淝水之战前，前秦通过攻灭代国、打败前凉以及征服西域等战役，致使前秦的疆域东濒大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南抵云贵高原，北达沙漠。那么，代国和前凉等国是如何灭亡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前秦统一北方及吕光征伐西域。五胡十六国的历史，我们已经从前赵和后赵以及前燕讲到了前秦，而前秦是最有希望统一全国的政权。那么，它是如何统一北方的呢？前燕灭亡的当年，已经臣服于前秦的仇池公杨氏病逝，其子杨纂继位后却投靠东晋，与前秦彻底断绝了臣属关系，这让苻坚非常的气愤。371年，苻坚任命苻雅为主帅，率领7万大军前去攻打前求池国。此时，求池国正在发生内乱，杨纂的叔父杨统起兵与其争位，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得知前秦出兵后，东晋的凉州刺史杨亮派遣郭宝等将领前去支援杨纂，杨纂亲自率领5万大军迎敌，双方在旧峡即今天甘肃省西河县东南展开激战，结果杨纂战败，郭宝等人战死。秦军继续进发，到达武都郡的时候，杨纂的叔父杨统开城投降，杨纂无奈，只能被迫投降，被苻坚迁居长安，前求池国至此灭亡。苻坚任命将领杨安为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守仇池。吐谷浑的君主遂熙得知后非常害怕，连忙给前秦进献战马5000匹，金银500斤，苻坚便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强川侯。373年，东晋的凉州刺史杨亮派遣儿子杨广进攻仇池，被镇守仇池的前秦将领杨安打败。接着，杨安便趁机攻下了东晋的凉州和益州，占据了长江上游。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前凉了。376年夏，苻坚派遣姚苌等将领，率领13万大军征伐前凉。8月，大军从青石津即今天兰州市西固区的新城镇渡过黄河。前凉的君主张天锡派遣长句和马建率领3万大军前去抵抗，他自己则亲率5万大军屯驻于金昌城，即今天甘肃省永昌县西北的毛不拉村。此后，姚苌率领3000人为先锋，发起猛攻，马建不敌，率领10000人投降。接着，秦军与长句的主力相遇，长句兵败之后，苻坚自杀。张天锡惊惧之下退还姑臧，被前秦的大军围攻，无奈之下，张天锡只能出城投降。苻坚任命他为尚书，封归义侯。至此，前凉政权灭亡，北方仅有的割据政权就剩下代国了。代国的建立者是鲜卑的所头部首领拓跋伊卢。338年，拓跋什翼坚即位，他设置百官，制定法律，将代国从奴隶制的部落联盟转变为封建制的国家形态，定都于云中郡的盛乐城，即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村。376年，苻坚派遣大司马弗洛率领20万大军攻伐代国，拓跋什翼坚则命令鲜卑族的白部和独孤部以及南部大人刘库人前去迎战，结果全部战败。拓跋什翼坚便让刘库人率领10万骑兵迎战秦军，他自己由于身体有病，不能亲自领兵，只能率众退往阴山以北避难。然而，正在这时，高车部却发生了叛乱。高车是对漠北游牧部落的泛称，也被称其为敕勒，居住在今天的贝加尔湖附近。只要匈奴和鲜卑迁走或衰弱之机，他们便趁机入主草原。此时，代国遭遇危机，高车便发生叛乱，导致拓跋什翼坚四面受敌，只能向漠南迁移。等秦军稍退之后，他才回到了盛乐城。然而12天之后，他就被儿子拓跋什军给杀害了。同时被杀的还有拓跋什翼坚的其他子嗣。秦军得知消息后，立即发起攻击，代国的部众纷纷逃散，代国灭亡。之后，拓跋什军被苻坚处死，其余贵族和王公大臣则被迁往长安。由于拓跋什翼坚的子嗣都被他的儿子拓跋什军给杀光了，只有小孙子拓跋圭由于年幼躲过了祸患。代国的旧臣们便请求苻坚将拓跋圭留在部落，等他长大之后就任首领。苻坚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拓跋圭长大后便成为了北魏的开国皇帝，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述。至此，北方已经基本统一，接下来要征伐的便是西域了。382年9月，
居师的前部王和鄯善王来到长安朝贡，他们表示愿意协助秦军征服西域诸国。苻坚本来就有经略西域之意，听后非常高兴。383年正月，苻坚任命吕光为都督西讨诸军事，率领5000铁骑在内的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准备征伐西域。在居师前国和鄯善国军队向导的指引下，秦军的行军速度非常迅速。大军到达高昌，即今天新疆吐鲁番的时候，吕光听说苻坚大举进攻东晋，他便准备原地待命，但在杜晋的坚持下，他才继续西行。他们越过数百里的沙漠，历尽艰辛，于当年的12月抵达燕齐国。燕齐国及其附属诸国得知后纷纷请降，而龟兹国及其附属诸国则顽强抵抗。吕光将大军集结于龟兹国的都盐城，即今天新疆库车市城南。他给牧人披上衣甲，列于垒上，作为疑兵，以迷惑龟兹军。龟兹王将城外的百姓全部迁入城中，倚仗坚城抵抗秦军。384年7月，龟兹王以重金求援快胡国，快胡国联合温宿和魏佗等国，集结了70余万大军，一同援救龟兹。由于西域联军所披的铠甲、弓箭无法射入，吕光便将各营的兵力集结一处，操练钩索战法，并以旌旗作为游军，随时补充各处缺口。不久，西征军大破西域联军，斩首万余级，龟兹王连夜弃城逃亡，西域30余国投降吕光。随后，吕光率军进入居延城，即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约17公里处，在城中大宴将士。西域诸国忌惮吕光的威名，纷纷遣使纳贡，甚至汉朝未曾臣服的国家，也不远万里前来归附，上缴汉朝朝廷所赐的符节。吕光则向他们重新颁发前秦的符节。苻坚得知后，任命吕光为安西将军，封顺乡侯。但是就在吕光征伐西域的同时，苻坚发起了著名的淝水之战，导致北伐大乱，道路不通，苻坚的诏命便未能传至西域。那么苻坚为何要发起淝水之战？此战中头鞭断流和草木皆兵以及风声鹤唳等成语具体是如何而来的，我们下期接着讲述。为了更好地理解接下来要讲解的三国历史，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比如刺史和州牧有什么区别，司徒、司隶校尉、领尚书事分别是什么官职，13个州分别管理哪些地方。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三国科普之汉末官制及13州。秦国统一天下后，就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朝廷则设立了三公九卿。由于汉承秦制，所以汉朝也继续沿用了这套制度。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三公九卿制。三公分别指的是太尉、丞相和御史大夫。太尉主管军事，丞相主管政务，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三公之下设立九卿，其中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宫殿警卫，卫尉掌管宫门警卫，太仆负责宫廷御马以及国家马政，廷尉掌管司法审判，典客主管外交和民族事务，宗正掌管皇族和宗室事务，治族内史负责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之税及官府手工业。再来看郡县制。秦朝将天下分为36郡，每个郡都设有郡守、郡尉和监狱使，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郡之下是县，人口大于1万的设有县令，人口小于1万的则设为县长。县之下是乡，其中每10亭设一乡，每10里设一亭，每80户设一里。汉朝虽然沿用了这套制度，但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也经历了很多的变革。首先来看三公九卿。西汉时期将丞相改为了大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到东汉时期去掉了大字，改为了司徒和司空，比如王允就被称为王司徒。九卿也同样有所变化，比如将奉常改为太常，郎中令改为光禄勋，典客改为大鸿胪，治粟内史改为大司农。另外，到了东汉时期，九卿不再统归司徒管理，而是由三公分别管理。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减三公的权力，他选拔尚书和侍中等近臣，组成了内朝。从此之后，三公便逐渐失去了实权，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内朝官员的手中。
内朝最大的官职是领尚书事，后来又改为录尚书事。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官职，而是由将军、近臣或者尚书等人兼职的。比如汉武帝驾崩后，霍光是大司马，兼领尚书事；汉章帝时期，牟荣是太尉，并录尚书事；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也是并录尚书事等等。另外还有太傅、尚书、大将军等也有兼领尚书事的。他们本身的官职都在三公之下，但只要是兼领尚书事之后，地位就在三公之上了。汉朝的外戚之所以权力很大，就是因为他们兼领尚书事，成为了内朝官员。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下汉朝的13州。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将天下划分成13个州，每个州设立刺史1名，负责监察各郡和各诸侯国的官员。刺史直属于朝廷，刚开始他们在各州郡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的。到汉灵帝时期，他将一些资深的刺史任命为州牧，从此州牧便不再只是监察官员了，而是成为了真正的一州之主。比如后来的荆州牧刘表、兖州牧曹操、冀州牧袁绍等。每个州牧管理很多郡，从汉景帝时期将郡守改为了太守，太守归州牧管。比如在上期视频中，袁绍是渤海太守，管理渤海郡；韩馥是冀州牧，管理整个冀州，原则上他是袁绍的直接上级。孔融之所以被称为北海相，是因为北海是诸侯国，地位相当于郡，而诸侯国的国相必须是由朝廷委派，因此国相的地位也相当于太守。那么东汉末年的13州分别都管理哪些地方呢？首先是司隶校尉部，管理洛阳附近的郡国，何进任命袁绍的就是这个官职。治所在洛阳，管理京兆尹、河南尹、右扶风、左平邑等，范围大概是今天的河南北部、山西南部以及陕西的关中平原。并州的治所在晋阳，即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管辖上党郡、太原郡、雁门郡等，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山西、内蒙古、陕西的部分地区。幽州的治所在蓟县，即今天的北京市，管辖涿郡、上古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等，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北京市、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及朝鲜西北部。冀州的治所在今天的石家庄高邑县，管辖赵国、渤海郡、清河国等，范围大概是今天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荆州的治所在临淄，即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管辖北海国、齐国、济南国等，范围大概是今天山东临南以东的北部地区。兖州的治所在昌邑县，即今天山东省巨野县东南，管辖东郡、济阴郡、泰山郡等，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徐州的治所在郯县，即今天的山东郯城县，汉末移到了下邳和彭城，即今天的江苏睢宁县和徐州市，管辖彭城国、下邳国、琅琊国等，范围大概是长江以北及今天的山东南部。豫州的治所在谯县，即今天安徽亳州，管辖颍川郡、汝南郡、陈国等，范围大概是今天的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扬州的治所在寿春，即今天的安徽寿县，管辖九江郡、庐江郡、丹阳郡等，范围大概是淮河和长江以南，以及今天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湖北东部和河南东南部。荆州的治所在襄阳，即今天的湖北襄阳市，管辖南阳郡、武陵郡、长沙国等，范围大概是今天湖北、湖南大部以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益州的治所在成都，即今天成都市，管辖汉中郡、蜀郡、巴郡等，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大部以及陕西、甘肃、湖北的部分地区。胶州的治所在龙边，即今天越南河内以北，三国时期移到了番禺，即今天的广州市，管辖南海郡、苍梧郡、交趾郡等，范围大概是今天广东和广西的大部以及越南的部分地区。凉州的治所在武威，管辖天水郡、陇西郡、张掖郡等，范围大概是今天甘肃、宁夏大部、青海的黄水流域以及陕西的西部。此外还有西域长史府，
治所在乌垒城及今天新疆巴州的轮台县，负责管理西域事务。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